大家好，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我是元根，我是子轩。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关于金口的雨后的小路。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雨后的小路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去收看机少的 Live Cover。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其实郑怡是我妈妈很喜欢的歌手，在家里唱，我妈就会听到，然后她就觉得哦，这是她以前听过的歌，然后我对于这首歌就比较有情感，就是很喜欢吉他跟合成器的还有弦乐，就是它的编法，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做成现在我可以想象出来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们原本好像有推荐了好几首歌，放了这一首，光是吉他，然后第一句出来，我们就可以唱这首吗？对唱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对唱跟我们现在的对唱是不太一样的，男女或是女或是这个 dynamic 会因为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的关系，跟我们现在男生女生的关系是其实不大一样。以前的那种对唱，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尴尬。对，好像以前蛮多对唱会比较是两个角色，这首歌里面 figure 它的关系，但现在有时候是两个声音，不同的人格而已。可能以前有一个这个跟这个，然后这个要扣起来，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关系并不是非常的一定要扣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一种情感上面联系会稍微不同，就是我觉得我父母那年代，他们虽然也是听很多人是受英文歌启发，甚至爷爷奶奶那边会受日文歌启发，但好像因为它是更生活的语言，所以你离这些 artist 这些唱歌的人也会有一种亲切感。我妈妈也是一听到是民歌，眼睛都亮了，说这些歌好像是一部分是这些人他们一起共同时代的回忆跟他们的故事，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也会想到哦，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华语音乐就是有很多它的脉络嘛，像是以前的华语音乐有很多是国外的歌，然后我们把它写成中文，让那个时代的人去感受那样子的音乐。到了后来变成很多自己写自己的歌曲，自己做自己的编曲，然后我们也有台湾人的编曲，或是去汲取国外的编曲，然后再回来变成自己的。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标志，说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华语音乐、台湾的音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共同在摸索。机少的创作里面很多这种歌词是你写的，然后我有在里面感受到一些小时候成长，就是周杰伦的影子或陶喆的影子，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字。我觉得英文我自己会比较少想到，我 quote 了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是 MJ 的，或是一个很 Madonna 会用的，什么鸳鸯惹的祸啊、流沙这种词，就会直觉的想到一些台湾在那个年代音乐人，似乎在民歌那个时期的写中文的方法会再更加的诗意一点，用一整首歌在 build 一个意境。家里面就很喜欢听音乐，但主要我爸很喜欢 Broadway， 小一小二的时候听很多 Broadway， 就学钢琴。台湾小朋友有时候会有的音乐历程，从古典音乐开始，就先从钢琴开始学，然后之后学了一些大提琴。聆听的音乐都还是蛮集中在古典音乐、西洋音乐、百老汇歌剧。音乐剧，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朋友的关系，在美国有组了一个团，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听 indie 的 band， 然后知道做乐团是什么意思，然后慢慢都比较了解，现在对 pop music 什么，我觉得都很有兴趣。我的话，我真的感受到音乐是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是大概从我国小5、6年级吧，就是我们小五、小六在同班，然后同一个弦乐团，然后都拉大提琴，通常大家都会照着谱拉。原根是喜欢拉自己的东西。你说在团练的时候吗？对，你会拉自己的声部。哦，好吧。所以，然后我以为是在分别的时候。没有。原根就会自创第4个声部。国小毕业之后，我去了一个合唱团学校，在纽泽西。那时候其实就把音乐当成工作了。我们学校算是职业的合唱团，每年就会有4个巡回，然后在美国这样一直巡，然后每天都要练，每天都要，就是我们现在的巡演人生。schedule。对，就是一样，就是以一个很小的身体去感受到每天要做这件事情要做的什么样的准备。演唱的时候要让当天来的所有观众感受到一种魔力嘛，感动。你可以眼睛、身体都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有收获，或是他们是空虚的。到现在我都还在追求，哇，他们很满足。就是我们乐团其实也算从2018年就成团了，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摸索的时间到可能大家看得到的成绩跟收获的时间，其实蛮慢的。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一直都在摸索，我们都可以在慢慢的摸索这个 balance，而不会是有一天突然间变成你要做一个职业的 shift， 因为你爆红了。没有那么对，我觉得可能有些乐团会经历到一个他们
一系直接爆红，对然后，90做这个度的没有，我们是大概30度。15到30。音乐是一个工作，这个概念是很意外的，所以就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长大这件事情也没有太不一样的。我自己反而会觉得，有时候在台湾的音乐跟生活没有到那么连接在一起。准备跟忙碌的时间吗，会让我有时候反而没有那种好好静下心来，就是好好的欣赏音乐。我自己个人是没有什么差别，我还蛮清楚我的人生的核心在干嘛。我如果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改变。那如果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在活最好的那一面。我现在无论是在台湾或在哪里，我最近花比较多时间在日本，然后就会慢慢感受日本的人怎么做音乐，然后日本人怎么让音乐成为他们生活中。那台湾也是，那美国也是。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学生时期其实算是一个很乌托邦的世界，就是你去念书，课余的时间你其实就是跟朋友在一起，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你能够造成他人生活的影响没有到那么多。所以我有点好奇是如果我以现在这样子的状态再回到美国的那时候的音乐场景的话，我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跟我会怎么去看待那时候参与过的音乐场景。巡回啊，然后专场等等结束之后，下一步可能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让乐团回去找最核心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乐团4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特别的声音。我们第一次去了澳洲，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到南半球去表对，演。其实我们去澳洲这件事情，就是 South by Southwest 的邀请，我们就能够去雪梨这样。至少澳洲人都说墨尔本才是他们的文化 capital。那但是我们去墨尔本的话，就是后面其实有一个音乐季，然后中间夹了2个礼拜，用那个 Instagram 直接去找一个澳洲的乐团，然后就密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演，就没有那边的工作签证，所以说你要帮我们签所有合约，然后就OK，就跑去跟他合演了一个拼盘这样子。演完了那一天之后，我们就跟3、4个澳洲的当地的音乐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借你的器材？就把鼓啊、大鼓啊、吉他啊、各种麦架、鼓架什么的，零零散散的凑了一个可以录音的一个小客厅，就在我们自己住的 Airbnb 里面。3天吗？我们就连录了3天，就录了一大堆阿里不达有的没的。因为我们在澳洲没有在台湾的这些既有的，无论是养分或是束缚，突然蹦出很多新的 idea。现在回去听，就会觉得哇，很值得。而且我觉得在澳洲，如果我们是那种就是去然后只有演出没有生活到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会有那样子的心情，就是可以那么幸运在那边试试看录音。然后我们音控就是知道这件事，就直接带了一堆线啊器材去那边，就准备好要架一个录音室。白天会去附近找咖啡店，然后就喝咖啡，然后天气都非常好，然后自己去 grocery store，然后就买一些想要吃的水果啊或什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大家 say 好开始。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状态，因为人其实会被一个环境，就是各种无形的习惯会慢慢养成。一开始那个好奇心就是会让你摘一大堆豆，但是那个好奇心就是会创作的时候会需要的那个态度。可能像这次我们去澳洲就有些微找回来那个感觉。以G少这个乐团，我们去日本、去韩国、去中国、去印尼、去澳洲，在台湾，其实观众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在日本的观众其实通常会在于我们有一个很器乐的一个旋律出现的时候，超兴奋，对，他们会整个起来。在中国往往是那个词勾到，他们直接唱出来、喊出来。KTV 对，那个感觉其实2个都很快乐啊，但是你会发现哇，他们喜欢这个，他们喜欢这个，没有走过不知道，真的。我是觉得我还是有点稍微在遭遇那个瓶颈。你还在瓶颈中。目前在很多忙的在想工作跟演出的时候，我自己的个性会想要去防范那一些会发生的 risk， 我会容易紧张，然后也会在这样的状态下，大家其实也很疲惫的时候，会比较难都回到一个很 open 的状态，然后再去创作音乐。平常创作是在就是一个地下室，踏进那边对我来说，在这边的5年的回忆，对，无形的无压力，形的所有的压力，不管好的或坏的，以前所有已经习惯的习惯，还有所有的 pattern，就会随着那个地下室一起回到你的身上。我有时候会发现，我的一些思维或者是我创作模式会卡在我习惯的方式，甚至我怎么和我的团员用音乐沟通也会卡在一个一样的模式。可能对别的 solo project 或对别的艺人，这不是一件大事，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乐团来说很伤。乐团
比较为人所知的一首歌叫《月亮惹火》。那首歌就是刚才在写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版本 ，demo 可能录了3-4个，然后真的都很不一样，还演过，有点像实验方法。这首歌这样放出来听一下，感觉不对，是什么呢？不知道。那不知道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其他方式去测验它，有点感觉说，好像是后面太长之类的，一点一点的线索，让你去知道说我要怎么让它变得更是我心目中想要的一首歌。这个过程有3年，可能就是我对于那首歌的期待很高，我觉得它有机会成为一个很棒的歌。之后也有1年多没有碰它。做下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才拿回来重新检视，因为你过了1年，你又有新的想法，你有新的历练，再去尝试一次就不一样了。我原本是用钢琴在写的，转念我说我用吉他看看，然后我就刷了几个chord，然后那几个chord就突然对了，然后那个版本他们其实没有 get 到。好，那为什么他没有 get 到，但是我觉得我有 get 到？再去解这个密，后来发现是编曲变化不够。我知道 melody 没有问题，就把每一个段落我的合成器都改，那个编曲之后，所有人都 on board， 这个 process 才真的有一个终点。其实我觉得 Jinko 就会跟我们最新那时候发行的小孩，比较像一点，就是同步录音，然后同时录音这件事情。那我们乐团有蛮多不一样的录音方法，但是 I'm Difficult 一整张就都是分轨。然后就是在电脑比较，就是电脑一个人进去，然后把它弄完的东西，然后他再把它全部制作啊。那小孩的时候经历了那个元根刚刚所说的那个侦探过程，就那首歌其实在2020就发过一个版本了，是一个 live stage 版。222，连 MV 都同时录。那时候不止同时录，还拍了剧情，就是女主角还要在旁边等他弹完琴的时候过来抱住他，就是非常非常复杂。我的 fantasy 有点没有发生。就 process 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就都没有再回去做这首歌，但想要做一个 studio version 的小孩，每一场演都在实验不同的编曲，都在微调，所有的观众看着我们一起微调，然后到最后我们一起进到育成。在做极少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在看别人的作品作为参考，我们当一个受众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所吸引，其实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像宣传上面的东西，也是我们看到哪几个 group 他们的宣传做得很好，让我很吸引，让我很想一直很期待说几月几号他们会 drop 什么东西，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人家给我们的，那我要怎么给我们的观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练习的。当我们刚开始做，比如无论是宣传或是 live session 或是录音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是在 experience 经历我们看到那些人所经历的东西。那我们经历过了之后，才有办法说，那我要怎么做？一个乐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累积，然后累积到后面，你终于有办法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做好，然后你有各种方式去执行的话，就是这算是我们现在在的一个处境，也成团6年了。我们想做好，那怎么去做？那怎么运用我们的资源？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在那个场地录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想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先想那首歌你想要带给人家的感觉，它适合在哪一个场所。这一次的合作有让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很不一样，我没有想过可以在那样子的商业底下，就是你其实只要录的时候休息，你往外看，就是看到家庭们在逛那个老街，空间跟环境的确会有外面的一些声音等等，但我觉得里面的 acoustic 还有整个的环境都很符合雨后的小路在听觉上面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那个木头真的是有个味道，那件事情也是我没有想到，